律师刚才跟您说什么了？律师说，纳兰要给郭新年当证人。什么？纳兰要当证人？他是疯了吗？那他这辈子都别想在投行里混了。纳兰宁可工作都不要，也要这么做，你到底得罪他到什么程度啊？这要依着我，早就应该让老董把那姓郭的给收拾了，就不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。小子，你记住了，别怕那些当面和你作对的，要小心那些拍着你肩膀冲你笑的人，他们背后都握着刀子呢。运营商起诉魔晶，好好的一场官司，哎，有人提出了现行法律没有关于拍照的条款，改为仲裁。哈哈，我刚刚知道了，为这事奔走呼吁的是李奔腾。李奔腾，他为什么要插一杠子？对，他为什么？他希望魔晶活下去，他的利益在哪儿？你能不能提供其他利益，交换他的支持？你能不能想想办法，让纳兰不再做这个证人？记住，有路可走的人不会愤怒。别动动手，我咬你！别动。坐下，好好看看啊。洋洋，你疯了！有点小点声。你大白天你在公司就看这乱七八糟的啊？我看这种东西，你是不是瞎？你睁大你眼给我看看，好好看。谁？看，你倒着。金城，这东西哪儿来的？我还想问你，这东西是哪儿来的呢？我给你买饺子吃那天，你还记不记得？给你送这个东西的人跟你是什么关系？你给我说清楚。我哪知道有什么关系？我又不认识他，我就接了个电话，说楼下有东西让我去取一下，我就让你去了。这事儿你跟老大说了吗？没说。纳兰，这是金伯伯送你的礼物。纳兰，我听你金伯伯说，你要为魔晶出庭作证，有这回事吗？是的。你这么做是出于自愿，还是彭学武要求的？我知道，一定是彭学武怂恿的。他这种公司是非太多，别在洛菲斯干了，去摩克斯坦里吧，我安排。谢谢您的好意。为魔晶出庭作证是我自愿的。纳兰，我一直拿你当女儿看，就算你和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没办法结合，我也希望，我作为一个长者，能给你一些我的生活经验。做人做事，一定要计算一个成本。你一定要那么干吗？你考虑到我们两家关系吗？秘书长，你说呢？
现在魔晶的情况可以说是危在旦夕，他不是叶永璋的对手。不管纳兰出不出庭作证，魔晶灭亡都没有悬念。这是蚂蚁和大象的游戏，你要是真为郭新年好呢，你应该保持沉默。至于那个郭新年，我知道他受了很多委屈，我愿意多补偿他。京城剽窃的是他的理想，理想怎么补偿？理想，好多年都没听说过这个词儿了。是吗？但是有很多人是靠理想支撑活着的，所以理想没有办法补偿。我这个人没什么理想，但是有一个原则，我爸教我的，不许说假话，所以我必须出庭作证。这些东西我都用不着，麻烦您带回去吧。不好意思，我先失陪了。金总，不好意思，我女儿性格特别直，话说重了，请您多包涵。金总啊，这件事情牵涉到法律，我不便表态，这一点请你原谅。打扰了。慢走。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东西怎么会送到咱们这儿来呢？是不是送错了？应该不会错，这可是京城。那他什么意思呢？对呀，什么意思呢？你说要是真的想把京城搞臭，那直接发到网上不就得了？啊，对了，老大，还有份名单。都是人物啊。哎，老大，你说，咱们要是把这个拿去报警，会怎么样啊？警察会不会把金城抓起来？要是把他抓起来，那咱们这官司不就不用打了吗？这种脏事儿我都懒得看。你说我们去报警，别人会不会以为是我们故意在陷害京城？这种黑锅我们不能背。事情在弄清楚真相之前，别乱来。卢卡，把东西先收起来。哎，好。
老董，老董，你怎么来了？少爷，打扰您了，没您的事儿，您接着唱歌去。你想把他们带哪儿去啊？想知道吗？麻烦您一块儿去。哟，你也在啊？老爷，人到了。你们好，我是晋城的父亲。早没见过，你们二位的名字，你们爹妈，我早就听说过。我知道你们是晋城的好兄弟，你们得听叔叔的劝。你们肯听吗？听。啊，你爹妈开连锁超市的，早出晚归挣那点钱，不是让你这么用的。内地法律是不允许在地下开赌球的。这么好的球场不好好踢球，合适吗？为了追债，一家一户的搞得鸡犬不宁，一点也不积德。我们家晋城是个好孩子，不喜欢这个。你要是再拉他入股，做那点脏买卖，我对你不客气了。还有你。你不应该在这儿啊，应该在日本呢。不喜欢日本，还是我给的钱不够啊？不够了你跟我说呀，你董叔也可以给你啊。拿了钱，想去哪儿去哪儿。再有，你们俩根本就不应该在这儿见我。咱们是第一次见面，也是最后一次见。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别跟晋城在一块玩，因为他跟你们不是一路人，知道吗？走吧。别在这儿立着了，让老爷生气。走吧。又是你安排的，你管的也太宽了吧！先让他们睡一会儿，明天一早送他们出国。我不反对你交朋友，但这号人不行。那个赌球的小子，早在公安那挂上号了，骗你说家族生意，不让走能行吗？早晚得吃亏。少爷，忘了告诉你了，录像带上那些人，基本上都让我们花钱送走了，就剩他俩了。给了钱老躲着，明天我给他送得远远的，公安也找不到，这是老爷的吩咐。老爷，事情已经解决了，让少爷接着去唱歌吧。哦，那去吧，去吧。
你今天出门没锁门啊？我锁了呀。钱和首饰都在。行，好了好了，就这儿吧。把窗户摇好了啊。哎，怎么了？你和杨洋在一起吗？我说话你听着啊。杨洋容易一惊一乍，所以我说的你先别告诉他。京城的那个硬盘你放哪里了？我就放桌子上了，怎么了？我们家被撬了，但是1分钱都没丢，被翻得乱七八糟的。我觉得像是在找什么东西，一看就不是什么毛贼干的。这不快打官司了吗？咱们都得小心点。你和杨洋也别在家里待着了，你们搬到酒店去住。你别老吓唬我玩，我都快坐下病了。有什么事公司再说。说啥？没事。您吓我一跳嘛！您怎么来了？还吓了我一跳呢。我怎么来了？你这废话你！今天周3，我给忘了。你们是上班还是坐牢啊？说好了周3来给你们做晚饭的，这好吗？都做夜宵了。哎，我这年龄段的能跟着你们熬吗？哦，赖我，我应该提前跟您说一声。行了，快上去吃饭吧，我走了。啊，这就走了？嗯，那您开车慢点啊，到家告我一声。妈，再见。哎，刚后边是不是有人跟着来了？哪有人跟着呀？你别吓唬我。别吓唬我。你是说这可能跟京城的硬盘有关？我只是怀疑。那报警啊，还等什么？我没有证据啊，我必须得先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吧。那我为什么要走？他们也太无法无天了！我就在这等着，让他们来，看他能把我怎么样。
你是不了解他们，他们就是帮亡命徒。这事要真是他们干的，就麻烦了。当初在高模咖啡的时候，一辆卡车直接就撞进来了，我们3个人差点就没命了。你没有经历过，所以你不知道他们有多狠。东西都带齐了吗？存折还有几份重要的合同我都收好了。那我先送你去酒店。那你呢？我先给公司处理点事情。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从英国回来啊？也不应该为纳兰来北京，北京没有根儿啊，非得天天跟这些不务正业的人混在一起。我也有责任，没照顾好他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老爷，您看看这个。这个女孩松口了，说她扣了一个硬盘，还有一份名单。我让咱们的人去魔晶公司物业，把所有的监控都调出来了。东西在魔晶手里。他和魔晶什么时候认识的？魔晶到底牵着这个事情有多深啊？打了一辈子鹰，今儿让鹰掉了眼了，下这么大圈套，厉害！魔晶有人找咱们吗？还没有。那为什么呀？不知道。咱们只是挡一挡魔晶的财路，他们是要咱们的命啊！这年轻人一点不讲道义。老爷，你就准备打好官司吧，这些事儿你不要再问了。时代在变，这些年轻人也不能这么对待我。你说呢？喂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1802，1802，你记住了，一定给我把门锁好。我这边处理完就过去找你。你一个人小心点，注意安全。我知道了。关于你出庭作证的事情，耐心一点。容爸爸再啰嗦几句啊。依我的判断，这场官司，魔晶必输无疑。何以见得？你想一想，魔晶逼得运营商的短信业务颗粒无收。如果魔晶赢了，那么全国电信业的裁员至少要涉及到几万人，啊，谁给他们安排生活呀？谁给他们交医保？啊，还有社会稳定的问题，这些你都考虑过没有啊？您这个逻辑我不能苟同。发明汽车的时候，马车车夫还失业呢，这种事儿太多了，这是科技进步的结果。你先别着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我记得你小时候写作文，每一次都憧憬着，将来机器人如何照顾人类的生活。可是为什么这种情况到现在都没有出现呢？
是因为很多人还需要工作，需要活着。所以历史上每一次的科技进步，不一定给人类的生活都带来好处啊。是，我是从小就教你，要崇拜英雄，见义勇为，要永远的站在正义的一面。但是，如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那就有点愚蠢了啊！如果明知道这场官司魔晶必输的话，那么你仍然出庭，证明魔晶的创意设计是从你手里泄露出去的，结果会怎么样啊？证明捷讯是剽窃来的产品，你工作丢了，大家没有面子，你这么做真的值得吗？爸，这个问题我回答过了。我知道这场官司两边实力悬殊，但这关乎道德，关乎理想。如果我不出庭作证，我这一辈子都不得安生。第一次到澳洲考察，组织个商务团，这澳洲人呢带我们去体会当地的风情，就近距离接触袋鼠。这个导游就说呀，这袋鼠啊性格温和，是人类的好朋友。偏有一个不识相的，走进袋鼠前，完了说：“这么大家伙好吃吗？”这话刚一说完，这袋鼠一顿组合拳。打得他妈都不认识他了，几个导游把他救出来。有一个导游抱怨说：“没想到他能听得懂中文，还是粤语。”啊，我们在70年代啊，在这个黄金海岸做了一大片这个房产。这些年呢，陆陆续续的啊，就快卖干净了。要早认识你们几位，就转给你了。老爷子，您看看我们几个谁像做房地产的？那我之前是个码农出身，赵花之前是做律师的，一飞、卫东那之前是编程的。老爷子，我跟你说，就我们4个人呐，组团去趟西单，那都回不了家。你们现在这时代的宠儿啊，一个麒麟是 Facebook 的4倍，全世界用户最多的软件，连外国人都羡慕得不得了。像我这老头子张口结舌的，拍马也追不上。老爷子，在这4个人当中啊，我最俗。您刚才说那澳洲黄金海岸的房产，我是很感兴趣的。黄金海岸的房产卖是卖的差不多了，但是几位想要呢，还是能匀出几套来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谢谢老爷子，谢谢老爷子。今天请诸位来，是想咨询点事儿。啊，老爷子，有什么事儿您就说。啊。我有个儿子，研究这个小软件，捷讯。捷讯那还是小软件啊？啊，老爷子，您可太客气了。哎呀，他一人在北京，没有事情做，总公司也就投点钱而已。他现在打官司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听说了，不是跟那个魔晶吗？一个小 APP。小吗？我听说挺厉害的呀。小得很，走红了一段时间，眼看着就完了。不会，不会，你和运营商打官司，那一定很厉害。老爷子，这种小软件多的是，上来就是找死的，您犯不着操心。可能因为您常年在香港，不太了解这边的事情。不会的，我听说麒麟一直在帮他。
啊，上次升级的时候借款5000万，李奔腾亲自送去的。不好意思，你接着说。这段答辩词太犀利了，会引起专家团的反感，我建议删掉。又是哪段啊？魔晶是移动互联网的一次技术创新，任何创新都会触怒陈旧的势力。我认为，在近代的100年里，人类发展最有指导意义的只有2个人。达尔文和马克思。达尔文说，新物种必将取代旧物种；马克思说，革命必将胜利。毛主席补充说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。我觉得挺好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您这是要去约架吗？为什么不能给自己留一点余地呢？我已经很温和了。诸位，你们指点一下老九，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？是不是我哪儿做的不对，让你们不高兴了？官司的输赢我不介意，啊，麒麟财大气粗，我得罪不起。还请诸位高抬贵手。那个老爷子，真的，您对我们这些晚辈啊，实在是太客气了。高抬贵手呢，说不上。但是奔腾做这件事，一定是他考虑过的。我们这几个人都是有分工的。卫东呢，在麒麟负责研发跟升级，我们在外围啊，负责融资跟并购。这个麒麟的日常运营都是奔腾来处理的。哎，老爷子您放心，奔腾啊不是一个惹祸的人，他之所以这么做，都是有原因的，他不会自取其辱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官司的事儿法院定，只要咱们之间没有误会就好。金总，准备好了？放好了，入席吧。来，叔叔阿姨，别着急啊，要喝点水，咱们有什么话慢慢说，问题都是能解决的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老大来了。老大，这2位是庄小蝶的父母，他们本来是来北京看孩子的，结果庄小蝶给他们打了一个电话，说把东西放在咱们魔晶公司了，让他们来魔晶公司取。但是现在给庄小蝶这个人打电话已经联系不上了，所以他们父母就特别着急。等会儿，我没听懂，谁是庄小蝶？庄小蝶，我从监控录像里调取的。就是他。叔叔阿姨，你们跟我说说到底什么情况？小蝶让我们来的，他说东西在你们公司，让我来拿。我觉得这事儿应该没有那么简单，会不会是金城在背后搞鬼呢？怪事越来越多了啊！昨天晚上我们家也被翻了一遍，但是什么都没丢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他们是要找这个硬盘。郭总，有人找你。
啊，别紧张。课在这儿呢。是你啊，胆儿挺大呀。我不能不来呀，有些事我怕你处理不好，身败名裂。身败名裂？你是说我呀，还是说金城啊？这么说，硬盘你看过了？我请求你把它还给我。昨天晚上我们家被翻了个底儿朝天，谁干的呀？郭总，过些年我劝你好好准备你的官司，这些事情和你没有关系，你也别跟着掺和了。我可没有掺和，都是事儿来找的我。硬盘我会报警交上去，你也别在这儿吓唬我。东西是我们的，关键是它牵扯到别人的私生活。哦，是吗？正好，庄小蝶的父母就在这儿呢，你自己去跟他们解释解释，这硬盘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还有，我刚知道，庄小蝶的父母已经联系不上她了，到底什么情况？所以啊，有些事儿不该管的就别管。我再次请求你啊，把那个硬盘还给我，并且保证没有复制。我知道了，但是这儿不欢迎你。好的，好的，打扰了，郭总。进来。你要为魔晶出庭作证？是啊。你想证明什么？我跟您说过，捷讯剽窃了魔晶。去，把你的证词拿给我看看。这是我私人的事儿，我为什么要拿给你看？因为我是你老板，魔晶的利益与你我生死有关。我不该看吗？平凡又普通，美与众不同，别人眼中的我，谁不想成功，梦醒成英雄，在你眼中我不同。今生只有你看好我，只有你相信我有梦，有你带给我的星空，从未想过离开过。
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在左右，陪我从无到有。爱该不该再等候？快将爱说出口，与你相守。有你陪着我，来完成我的梦，迎接情绪嘲笑的苦。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